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上一个视频向大家介绍了人民币如何快速出境，我的方法可以做到实时操作、实时到账。这期视频得到了大家非常多的支持，也得到了很多回复，非常感谢大家。评论区有一些小伙伴给我留言，想知道人民币如何回国。今年我在美股券商炒了1年的股，多多少少赚了点钱，想寄一点回来用用。或者说我在海外工作，想给家人汇款。传统的银行电汇一直是苦于国内的外汇管制，现在国内的银行对美元无论是汇入还是汇出都卡得很紧。国内银行不接受境外人民币，只接受美元等外币汇入。我们收到了美元之后，还要去银行结汇，还要提供资金来源证明，非常的麻烦。所以说，有没有一种方便快捷的方法能够做到人民币回国呢？当然是有的。今天就和大家介绍一个我自己目前正在使用的人民币回国的方法，可以做到实时操作、实时到账，几乎没有延迟，而且不用去跑银行，也不用去结汇，更不用提供资金来源的证明，而且这种渠道完全是合法合规的持牌机构操作，完全不用担心安全的问题。今天的视频我会和大家演示人民币回国如何操作，如何实时到账，以及分析这个服务的额度、速度以及是不是安全的。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开始进入正题。今天向大家介绍的就是 Remitly。Remitly 是位于美国西雅图的一家金融公司，成立的时间是2011年，到目前已经有10年的历史。Remitly 的主要业务是经营跨国汇款，把人们从传统的跨境汇款的难题中解放出来。我们可以到它的官网去了解一下，在它的官网是有中文的，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的切换语言，我这边已经切换成中文，然后点击这边的话，可以看到这里的国家列表是 Remitly 支持汇出金额的国家列表，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资金是在这些国家里面的话，都可以去使用 Remitly 的汇款服务。当然，毫无意外的是，这里面并没有中国，也就是说，你并不能通过它的服务把资金从中国汇出到境外。但是如果你的钱是在这个列表中的国家汇到中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目前它的优惠是首单汇款免手续费，然后转账1000美元以上是没有转账手续费的。那么既然没有手续费，它赚什么钱呢？其实它赚的就是汇率的差价。比如说今天的人民币美元，它的汇率是 6.34， 我们可以去 Google 这里去查一下，现在的实时汇率是1美元 6.37， 然后它这边是 6.34， 是有一定的汇率损失的。如果说你要把资金汇入到中国的话，它是支持汇款到支付宝和微信账户的，而且支付宝和微信账户入账基本上都可以做到实时到账。下面我们正式进入操作演示流程，大家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可以先注册一下账号，然后跟着我的视频一起熟悉界面、熟悉操作的教程。当然，如果你通过我视频下面的注册链接来注册，就可以获得20美元的奖励，可以抵扣汇款的金额。Remitly 的注册非常简单，只需要输入邮箱、设置密码就可以注册成功了。注册成功之后，我们就来到了主界面。可以看到上面的话，它提示是菲律宾币，它是根据你所在地区的 IP 给你推荐货币的。我们可以点击最右边的设置，然后去选择一下汇款的国家，把它设置为中国。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来到中国的一个介绍页面。首先是支持支付宝和微信到账，首次转账是免费的，并且可以享受比较优惠的一个费率。我们就直接开始使用吧。在这个界面去输下我们想要汇款的金额，下面的话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前的汇率，然后费用首次的话是免费的。接下来我们选择寄送方式，银行、支付宝、微信都是可以的。下面我输入支付宝的账号，接下来输下收款人支付宝的名字，这边是要输入名字的英文拼音，选择寄送通知，输下收款人的电话。接下来汇款原因有2个原因，一个是向家人提供资金支持，一个是薪酬，我们就选择第一个。下面是付款方式，这里的话因为你是要发送美元，所以说你需要用美国的银行卡，无论是借记卡还是信用卡都是支持的，信用卡需要多加 3% 的费用。我们这边直接去输入银行借记卡的账号、有效期还有安全码。我这边用的是 Remitly 旗下的 Passbook 支票账户借记卡。
Passbook 这个美国支票账户开户非常简单，全程手机 APP 申请，只需要中国护照，不需要签证和美国的地址证明就可以了。不过根据其他网友反馈， Passbook 因为最近地址问题疯狂关账户，所以我开户用的是 ITN， 并且上传了 ITN 扫描件和 IRS 寄送的 ITN 信件封面，目前使用正常。如果有开户需求的小伙伴，可以在视频下面留言，我会考虑做一期 Passbook 美国支票账户开户的视频。而且如果你有 Passbook 账号的话，你是可以不用注册，直接用 Passbook 的账户去登录 Remitly 的。我们回到教程，确认一下汇款信息没有问题，点下一步，再确认一下信息没有问题，点击汇款。这个时候我收到了 Passbook APP 扣款的信息，接下来这边会提示暂停，还需要操作下一步骤。同时的话，我们也会收到一封邮件，提示我转账已经暂停，需要点击这个链接，并按照说明进行操作。我们就点这个链接。这个的话，主要是系统会进行一个安全的验证，因为有可能会有人盗用别人的银行卡号，直接去输入别人的银行卡，直接借记卡扣款转账，是没有办法去识别和判断盗刷风险的。所以说他这边会要求你提供银行账单上的4位验证码。我们点击立刻验证，我们需要去打开银行的网银或者手机的 APP。 我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个 Remitly 的扣款，点开可以看到这个付款详情后面有个 D855， 就是给我们的验证码。无论你使用哪个银行支付，这边的扣款信息上面都会有这样一个验证码，用这个验证码来验证你是不是这个银行卡的真正所有者。所以通过这一步的话，就可以最大程度上去避免我们的银行卡因为信息泄露而盗刷。说完验证信息之后，就开始系统验证。验证的过程很快，就几秒钟。我们可以看到验证完成，接下来汇款。其实这个过程中就已经开始发送了。好的，我们看到1分钟不到，支付宝就已经有收到款项的一个提示，然后 Remitly 也给我发信息说转账转完了。然后我的支付宝绑定的工商银行账户同时也收到了入账的信息，汇款人是浙江网商银行。这个过程中我全程没有加速播放，都是正常的播放速度，所以说这个汇款速度基本上是秒到的，体验和国内的这种跨行汇款也是差不多的。第一次使用的时候，确实我被这个速度震惊了。之前也向大家介绍过 TransferWise， 现在改名叫 Wise， 它的一个跨境汇款的服务。当然它的一个服务和 Remitly 的服务比起来，真的算是小巫见大巫了。从 App Store 上面的下载量，大家也可以看到 Remitly 是62万，Wise 只有 2.3 万。我个人认为 Remitly 的服务还是相当靠谱的。相信很多人关心最多的问题就是它的汇款限额是多少，然后它会不会受到中国政府的监管。首先的话，我们去看一下它汇款的限额。登录到账户之后，然后在设置这里看一下，点击提升限额，我们可以看到默认注册的账户是等级1，等级1 24小时汇款2999美元，30天1万美元，半年是18000美元，这个默认额度还是比较低的。然后我们去看一下等级2，等级2它的汇款限额是24小时6000美元，30天2万美元，180天是36000美元。要怎么样才能升级到等级2呢？首先的话，我们是需要用美国的 SSN 或者 ITN 去进行验证，然后是政府颁发的带照片的身份证件，可以用护照去进行一个认证。然后等级3的话，也就是它的资料和等级2是一样的，但是额度会更大。我个人觉得，如果你有 ITN 的话，认证到了等级2或者等级3，这个额度基本上能够满足我们日常的使用。当然，如果说你想要更多额度的话，可以去尝试注册多个账号来进行汇款。然后下面需要注意的是，存款人每年必须去遵守中国的5万美元的外汇限额。他是怎么判断5万美元呢？官网没有这个明确的说明，但是根据我的猜测是，他和支付宝、微信合作，你收款的时候，支付宝和微信会自动把你收到的这一笔美元来记录到你的个人年度购汇额度里面去。但绕过这个也很简单，如果说你自己名下的额度用满了，你可以把款项转给你的家人的支付宝账户，这些都是可以在操作的范围之内。另外有小伙伴比较关心的就是安全问题，比如说我使用的这个途径会不会去泄露我的个人信息，会不会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我个人觉得，只要你的资金来源是合法的，比如说你美股的收益
还有你在海外的一些正常的生意，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劳务的收入，通过这个途径进入国内，我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自己也操作过很多次，比如我 YouTube 频道的收益，还有其他广告联盟的收益、美股的收益，到了美国的银行账户之后，都是通过 Remitly 来汇到国内的。我个人的使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做一些灰产、黑产，或者说你自己是敏感人士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如果大家在使用的过程中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有什么建议，欢迎在视频下面给我留言，我看到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欢迎点赞、订阅、分享，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也会鼓励我做更多的视频，帮到更多的人。那我们下期再见。